那是一面邪异到了极点的铜镜，古铜色的镜面透着淡淡的绿，不知这绿来自镜内还是镜外，但看起来仿佛有莹莹的光流转在其上，倒很有几分像是灵力流转的法器。而本应刻着什么吉祥话的镜面上，此时只龙飞凤舞，刻了一行莫名其妙的铭文：生者可以死，死不可生。与之对应，古铜色的镜框又显得格外正统了些，两条通俗的龙纹自镜腿盘旋而上，极至铜镜顶端，两只龙首傲然相对，只是仔细看来，这龙镜无角，倒更像是四脚蛇，映着绿光，颇有森然之意。魏无羡一手抱胸，一手虚握支在下巴上，两只眼睛专注地看着镜子，头还一点一点的，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他在打瞌睡。突然他嗯了一声，蓝忘机以为他有了什么头绪，转头看他，结果魏无羡身子一歪，就倒在了蓝忘机肩膀上，动了动头，找了个舒服的角度倚着，这才开口道：韩光君啊，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蓝忘机眉间一蹙，怎么？魏无羡愤愤地开口：我居然比你低了整整2寸。蓝忘机转回头去，不再理他。魏无羡还倚在人肩头，自顾自地说着：其实我的灵魂还是一个身姿挺拔之人，只是这个皮囊太不争气，硬是把我身长玉立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灵魂压缩成这个鬼样子。哎，要是我原来那个高度，还不定谁在上面呢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嗯了一声。魏无羡满意了，他完全忘记自己几乎夜夜都要在上面一次这个事实。他拍拍手，突然直起身来，正色道：至于这个镜子，我原来曾在古籍上看过一个类似的情况，龙身蛇头，镜泛一光，是为大邪。看来这个镜子问题不小，哪儿找来的？蓝忘机道：才一镇有一人家盖房时，在地下掘出一空棺，内置此镜，因为太过邪异，便来求助。魏无羡嗯了一声，点点头，皱起眉来盯着镜内的自己和蓝忘机，因为那层若有若无的灵光，俩人的面目总显模糊。魏无羡隐隐感觉有些不祥，果然夜里就出事了。蓝忘机是被从他身上爬起来的魏无羡给弄醒的。床头的窗子外没有一丝光亮，连月光都被厚重的云层遮了个严严实实，天地仿佛都被一个大壳子裹了进去，昏暗的让人透不出气。显然现在绝对连寅时都不到，屋里没有一点可以照亮的东西，蓝忘机只能靠感觉来判断。魏无羡现在应该正在穿衣服下床。怎么了？因为将将醒来，蓝忘机的声音有些嘶哑，他直起身子，一手摸索着揽过魏无羡的肩膀，一手摸过自己的外衣披上。谁知魏无羡并不答话，竟然还伸出一手，一把推开了蓝忘机揽住他的那只胳膊，这才又接着不紧不慢地继续穿衣服。蓝忘机被这反常的状况给弄得愣了一下，立刻发现了魏无羡的不对劲。先不说魏无羡是绝对不会不回答他的问话，只推开自己的手臂这一点，就在他重生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蓝忘机心中突然一紧，难道莫玄羽的魂魄回来了？思及此，蓝忘机的心立刻乱了起来。如果真是莫玄羽的魂魄回来了，那魏婴的魂魄岂不是……不敢耽误，蓝忘机2步冲到桌边，点起灯，豆大的灯光已经足以照亮整个屋子，让他把魏无羡的异常看了个清楚。在灯火摇曳中，魏无羡已经穿戴整齐站了起来，黑衣红头绳，马尾高束，看起来整个人与平时毫无二致。然而细细打量他的蓝忘机却心中咯噔一沉，他知道哪里不对了。眼睛。魏无羡的眼睛完全没有任何神采，平日清醒着的他，最为动人的就是那双眼眸，活泼灵动而又情绪满盈，或欢喜，或轻佻，或迷恋。总之无论什么眼神，蓝忘机都喜欢。然而现在魏无羡的眼睛依然黑白分明，但是目光却很是呆滞，那黑色的瞳仁仿佛一潭激不起波澜的死水，折射不出任何光彩。突然穿戴整齐的魏无羡推开门，似乎想要走出镜室。蓝忘机见状，一个闪身挡在他的身前，猛地伸出一手抵在他的一侧肩膀上，低声喝道：魏婴，醒来。谁料下一瞬，魏无羡却突然发难，他面无表情地抬起右手，向蓝忘机胸膛一掌劈来。
蓝忘机没有设防，仓促之下伸出手抵挡，却又怕中了劲道会伤了他，因此有些束手束脚，不得已后退半步。魏无羡迅速借这一破绽，双足发力一蹬，一个翻身就越过蓝忘机头顶，稳稳落在净室门前的一棵树上，接着就几个起落，消失在了浓稠的夜色之中。蓝忘机的眉头已经皱得不能再紧，他大概猜到是哪里的问题了。今日他们见过的唯一的异常事物，就是那面莫名其妙的铜镜。毫无疑问，现在魏无羡去的方向一定是放铜镜的古室。理清思路，蓝忘机果断转身，向古室飞身而去。待到蓝忘机到达古室门口时，古室门果然大开着。此时遮住月亮的厚重云层已经散开一二，隐隐有几分月光洒落在古室门前。蓝忘机从屋外就可以一眼看清屋内的陈设，然而屋内并没有魏无羡的身影。蓝忘机心中更慌，加紧2步进了古室，径直走到那面铜镜前。镜子还像所有正常的镜子一样，映着蓝忘机自己。由于这面镜子是罕见的大，可以照出全身，蓝忘机可以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全貌。但是可以说是他的全貌，也可以说不是，因为镜内的那个蓝忘机并不会随着蓝忘机的动作而动作，并且也没有把他脸上显而易见的忧虑与焦急映出。这是一个面无表情且年轻的蓝忘机。蓝忘机并没有被这诡异异常的景象吓到，后退半步，碧晨铮的一声出鞘，剑尖毫不留情地对着自己。他冷声道：魏婴在哪里？此时若有外人在门口看到拿剑对着一面铜镜说话的蓝忘机，一定会以为赵氏明珠寒光君疯了，向镜子里的自己问话，怎么可能有人回答呢？然而更让人疯狂的是，镜子里的蓝忘机竟然真的缓缓开了口，还与蓝忘机的声音毫无二致，只是带上了一种让人莫名难受的金属音。他进来了。依然是面无表情。蓝忘机眉头拧得更紧，剑尖猛地又向前几分，几乎抵在了镜子上。把他放出来。声音带上了些不该属于他的暴躁。可是此时的蓝忘机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了。镜内的蓝忘机完全不为所动，开口依然是不紧不慢的金属音。他对前世有心结，所以会被引至此处，待到心结解开，自会出来。蓝忘机的怒气几乎已经喷薄而出。再不放他，我便砸了铜镜。听到这句失态的威胁，镜内的蓝忘机的态度依然淡淡的。你不敢，因为他在里面。砸了铜镜，他就永远出不来了。蓝忘机拿剑的手倏地攥紧，手被青筋隐隐凸了出来。他不知魏无羡会在铜镜里面遭遇什么事情，他灵力低微，又没有自己在身边，若遇到危险，不知道是否可以自保。眼下不能和这个人废话太多，要先想办法到他身边才能安心。思及此，蓝忘机重重喘了口气，平静了些许，将剑收回身侧，却不插回剑鞘，只用手拎着，开口时也尽量让自己显得恭敬有礼。请问怎样入境？镜子里的蓝忘机似是早已料到他会这么问，只淡声道：何必进来？镜面上的话你也看到了，生者可以死，死不可生。意为入境之人若死，即不可再生，包括现世。境内情况莫测，你不一定能保自身无虞，而他修鬼道未必不能自保。蓝忘机只道：你早已知道这话毫无意义。听了这话，境内的蓝忘机突然淡淡的笑了，只是这笑并不似真正的蓝忘机平日那般晴光映雪，在这深夜古室之中反而更显阴森。是，我早就知道，因为我就是你。镜中的蓝忘机整个人突然扭曲旋转起来，一阵水波般的涟漪自镜中泛滥开来，眨眼人已消失不见。镜内的景象突然暗了下来，镜面上起伏的绿光反而乍然强盛，直直刺入蓝忘机的眼中。未必强光刺激，蓝忘机立刻合上了眼，然而随着眼睛闭上，黑暗来袭，他的意识也瞬间远去了。魏无羡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，周围是一片黑的没有边际的虚空，四周什么也看不到，没有蓝忘机熟悉的温度，没有那萦绕鼻尖淡淡的檀香。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没有光源，但他却能看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
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种奇怪的境况会出现，那么自己应该是在梦里。